先生您好，里边请。方姨，请坐。找我有事啊？阿南，如果梁璧找你比武，你可不可以不去啊？为什么呀？你怕梁璧会输给我？以他的性格，就算你的武功比他强很多，他也不会轻易认输的。我真的不想看到他受伤，就当你帮我，好吗？那这些话你为什么不和梁璧说，反而和我来说呢？其实我已经劝过他了，他不听我的。看来我爹说的不错。我爹曾说过，女人是武士里最大的障碍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决斗的精神。什么决斗的精神？那你们当初决斗，不是因为……不错，我当初和梁璧比武，的确是为了你。后来我看到梁璧那么积极的去备战，我才真正意识到，这次的比武不单单是为了一个女人，而是我和梁璧两个男子汉之间的功夫比试。方毅，明天的比武势在必行。什么？你们明天比武？对啊，就约在他们家门口。他没有告诉你吗？有的时候啊，男人为了自己的自尊，是连命都可以不要的，更何况，明天只是一个功夫比试。方毅，如果你真正的喜欢梁璧的话，我希望你不要阻拦他，你应该去支持他，不要反对他，你明白吗？方毅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哇，你在做什么啊？这个木头车是我们的生财工具啊，我做了一整晚，漂不漂亮啊？你的手艺还蛮不错的嘛。如果不是我家穷啊，我早就做工程师了。好啊，现在万事俱备，随时可以开工了。选个好日子就可以开张大吉了。哎，春少爷。春少爷。哇，穿得那么好看，去喝喜酒啊？今天学校有个舞会。啊，你会跳舞啊？我哪会啊？不过我买了一本书回来看，等会儿补一下应该可以的吧？不跟你们说了，我约了人，我先走了。哦，春少爷谈恋爱了。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你看他春风满面的，所有谈恋爱的人都是这样的，我一定不会猜错的。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不去算命啊？那如果不是我家穷的话呢？哎呦，你早就去当国师了。就是这里了。阿南，明天就是你跟梁璧的决斗之日，做好准备了吗？怀阿爹，阿南在这10天里，每天训练8个小时，到前2天方才没有继续练下去。为什么没有练？因为阿爹曾经教过我，决斗之前一定要养精蓄锐，把自己调整为最好的状态。好，阿南，做得好。不管明天结果如何，你一定能做到爹的要求。哎，爹，你第一次跟人家决斗是在什么时候？我从17岁开始，就立志成为武中的强者之强。19岁，我已经是同门之冠。离开师门之后，我到处找高手比武。
28岁，我已经历了500多次打斗，未曾败过。之后，去过日本、朝鲜，直到30岁才回到中国，完成了我人生中最后一次打斗。30岁，那也应该在20年前了。爹，你最后一次决斗是输还是赢？输，这是爹这辈子唯一一次战败。输？谁还可以打败爹你呢？没有理由的，难道不是这里？没错啊。心柔，心柔，心柔，你怎么了？喂喂，干什么呢？下来！鬼鬼祟祟偷东西啊！梁春，我们现在放了你，不过你不要再犯了，要不然我们一定会告你。怎么了，阿春？问你半天都不说话。放心吧，春少爷，我们2个都相信你不是那样的人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世界里怎么会有像我弟弟这样的书呆子打了领带去偷东西？说了也没人相信。刚才那个警察问这问那的，说阿春有这么多罪，要不是阿春挡着，我早就把他……哥，我想一个人静一下，我先走了。毕少爷，咱们也早点回去吧，你明天还要早起呢。要是再迟到，那个叫什么男的又要发神经了。皇家艺术学院。是啊，方怡，妈妈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给你搞到这个名额。他们招生是很严格的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机会的，你一定要好好把握，懂吗？那什么时候出发？后天出发。这么快？是啊。怎么了，方怡？你应该很开心才对呀。女儿，不要再想其他的事情了。你不是答应过妈妈要成为一个出色的舞蹈家吗？现在呀，正是你走入艺术殿堂的大好时机呀！啊！妈妈，为什么我要学钢琴？学钢琴好累啊！方怡呀，你知道吗？妈妈小的时候家里很穷，有很多想学的东西都学不到。妈妈曾经对自己说，等将来自己有了女儿，一定要让她学最好的东西，你明白吗？妈妈有个愿望，希望长大以后呢，能成为一个舞蹈家。但是啊，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方怡呀，你能不能帮助妈妈实现这个愿望呢？
这是妈的乖女儿。丁少爷，那天我忘了送给你，你穿上它打会舒服些。哎，阿顺，这回该你请客了吧？就是啊，梁川，哥儿几个可好几天没开荤了，今天这一顿你可得大方点啊！我还有事情，你们先去，我再去找你。那哥几个，我们先去点菜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我们先去点菜，一会儿你过来买单啊！好。这次真是被你害惨了。啊！注意我的东西呀！哎呀！两臂几招之内，一定会中招。横列13太保擅长大开大合，你要攻他的短处，要用自己的长处重击对手的弱点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，同别人的长处强行争胜。有时候胜负的关键，并不在于谁强谁弱，而关键是谁能够掌握天时和地利。
不要打了！你的功夫是哪位师傅教的？你用的是咏春拳。毕少爷，恭喜你，你赢了。你到底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今天是你输了，而不是长安南，那我会怎么办？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？你知不知道我现在的感受？既然大家不合适，不如分手。好啊。方小姐，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？关于毕少爷的，其实是关于我和他之间的事。有一件事我想了很久，不知道该跟谁说，我就想起了你。那你尽管说吧。也就是明天，我就要离开香港了，去外国读书。你又要走？毕少爷知道吗？我没有跟他说。为什么？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可能再也不回来了。那你要告诉他，让他有个准备。你也舍不得他，对吗？我就是怕自己舍不得他，所以才不跟他说。我不明白。小馒头，大家都是女孩子，我想你应该很明白，跟自己心爱的人分开，是一件很难受、很难受的事。我真的是没有勇气面对他，你可不可以帮我？这是你跟毕少爷之间的事。哎呀，我怎么能帮到你呢？这个是我离开的时间和地点，通不通知他？你可不可以帮我决定？为什么要我帮你决定啊？女孩子的直觉很准，你应该也很清楚，因为这件是我们3个人之间的事。你可不可以帮我？对了，梁师傅，我时常听你提到黄师傅的事，他现在在哪里啊？自从20年前我和师傅分开以后，一直都没有他老人家的消息。这么多年来，
我心里一直都在想，为什么师父一直没有和我联络？直到近年，我才明白了师父的心境。你明白黄师傅的心境？要寻找咏春拳的传人，就如背负千斤重担。如果有一天我梁某找到合适的人选，就可以将我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或许我会像师父那样，放下一切，就可以逍遥自在。你不明白？哼。啊，事出突然，没有准备，招呼不周，长兄不要介意。前辈，太客气了。来，喝茶啊啊！华叔，哎，小馒头，梁碧呢？毕少爷一直在花园，一句话都不说，你去看看他吧。啊，长兄，你们在这坐一会儿，我去看看梁碧。好，我很快回来。好。小馒头，帮我招呼一下。嗯。你的功夫是跟哪位师傅学的？你用的是咏春拳。我发过誓，我什么拳都学，就是不学咏春拳。我要用我自创的拳法，打赢我爹。梁碧，你想不想知道以前的梁赞是什么样的？那好，当你想知道的时候，再来找我。啊，赵千华，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下。好啊，梁师傅。梁师傅，咏春拳为什么会有一子单传的传统呢？相传，在雍正年间，满人怕汉族武夫做大会威胁朝廷，就派人火烧了少林寺，还将少林寺的秘籍据为己有。那之后，那些真人各散东西，其中一个就是本门的师祖五梅师太。五梅师太担心朝廷日后会利用少林武功来欺压我们这些汉族人，就决心创造一门能够对抗少林武功的功夫。隐居了那么多年，终于给五梅师太悟出了一种同少林武功大同小异的绝学出来。那之后，五梅师太就遇上了卖豆腐的严咏春，他被恶霸欺负，师太就出手相助。最后，师太就将他收为徒弟。为了不让人知道这套拳法的来历，五梅师太就要严咏春严守戒律，不要将这套拳法随便乱传出去，只可以一子单传。师太去世之后，严咏春也患上了重病。他为了不使这套拳法失传，就将它传给了她的丈夫梁伯秋。直到严咏春去世，梁伯秋就将这套无名武功以他妻子命名，称为咏春拳。哦，原来咏春名是这样来的。在梁伯秋之后呢，咏春拳就传给了梁凡贵，然后是我师父黄花宝，最后就传到我手上。哦，
听梁师傅这么说，其实咏春这一子单传的传统，就是怕朝廷的追杀。那现在朝廷不在了，还有什么可怕的？赵清华，传统呢就是传统。我梁赞得到恩师传承大任，我怎么可以去随便更改？我也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，赵清华，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的苦衷。梁师傅，我是随便问问的，你不要不开心啊。唐大夫还等着我们的药要用呢，不如我们回去吧。走吧。方姨，妈咪，怎么了？眼睛都熬红了，有心事啊？说来妈咪听听。妈咪，我有事想问你。你问吧。戴迪是你第一个喜欢的人吗？妈咪记得，我第一次喜欢一个男孩子，是我19岁的时候，舞蹈学校的一个男同学。难道不是戴迪？不是。妈咪记得那个男孩子又高大又英俊，跟你爹地比起来，真是相差得很远呢。我们两个很相爱，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，我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后来，我遇上了另一个男孩子，他向我展开了热烈的攻势。爹地？对，是你爹地。你爹地，他为人比较踏实，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，所以最后我就选择了他。你喜欢爹地吗？喜欢是跟着感觉走的。每个人在这个时候都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做出选择。你是选择理想呢，还是选择那个良币？方姨，妈咪的意思你明白吗？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你问吧。在你一生当中，你最喜欢谁？妈咪一生当中最喜欢的人、最爱的人，是你呀。毕少爷，华叔，我想知道我爹以前的事。梁斌，在你心目中，你爹是一个尸骨不化的老顽固，是不是？如果我告诉你，你爹以前是一个古怪精灵，喜欢乱搞是非，比你现在还顽皮得多，你会不会信呢？以你现在的反叛，同年轻的阿赞比，还差一截呢。你爹当年在佛山筷子街是无人不识的小霸王，至少他疏财仗义，也热心助人，但同时他也好事生非，动不动就跟人打架。
哎，少爷，少爷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少爷，哎，少爷，别打了。少爷，你小心点儿，那样太危险，不如你先下来吧。阿才，你说说看，写什么好？写什么都可以，你下来吧。你爷爷梁怀古爱子心切，担心梁赞在外头被人打伤，所以叫易通才天天跟着他，一有什么事就用钱帮他来搞定。人们看在钱的份上，就个个装输给梁赞，久而久之，使你爹以为自己是天下无敌，更加目中无人。终于有一天，得罪了龙形魔桥的弟子，人称小王爷的少林高手，两个人一言不合就一定要公开决斗，还写下了生死状。当这件事传到梁赞父亲耳朵的时候，梁老先生大动肝火，想尽一切办法要阻止梁赞出席，甚至安排他暂避风头。只是当时的梁赞心高气傲，怎么会对父亲的话听得进去呢？宁愿跟梁老先生反目，也要坚决跟小王爷决一死战。梁老先生当时已经抱病在身，因为担心梁赞，宁愿冒着感染风寒的危险，也要出去观战。当易通才将梁老先生请到筷子街的时候，已经看到梁赞被小王爷打成5劳7伤。梁赞在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引以为傲的武功，当遇到一个真正高手的时候，竟然会不堪一击。最后，梁赞被小王爷打成重伤，整个人被抛到台下。梁赞从小到大，什么时候像这样被人当众侮辱啊？他宁愿死也要走上台去，跟小王爷再决高下。在这个时候，梁怀古因为受到太大的刺激，一时血液翻涌，就吐出一口血来。梁赞上前看他父亲，见到梁老先生气若游丝，已经到了临死的状态。梁赞在这个时候才知道，原来他父亲一直都这么关心他，但是一切都已经晚了。爹，你醒醒，爹！你爷爷的死对梁赞造成了很大的打击，从此变得一蹶不振，整个人失去了信心，整天在他父亲墓前借酒消愁。任易通才怎么劝他，他完全不听。这个时候，我知道你爷爷的死讯，赶到了佛山，见到你爹变成这样，心里感到很难过。梁赞知道了我的身份之后，就跪在我的门前3天3夜，求我收他为徒。我知道梁赞学好武功以后，一定会找小王爷报仇，所以我叫他答应我，不可以用咏春来解决私人恩怨。梁赞也一口答应我。为了报答故人梁怀古对我的恩情，在观察一段时间之后，我就将梁赞收为入门弟子，将自己的咏春拳交给了他。梁赞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咏春拳的传人，也就是我黄华堡唯一的入室弟子。但是之前我要你谨记，咏春的传统规矩，就是每代只传给1个人。梁赞，你要记住，为了不让咏春拳落入心术不正的人的手上，将来你在寻找咏春传人的时候，一定要选一个智、仁、勇兼备的人，千万不要轻率，知不知道？梁赞知道，梁赞不会有负重托，以后会很小心地选择传人。
师傅今天教你6点半棍。咏春拳也有棍法吗？为什么会没有？咏春拳有好多呢，你都知道吗？那咏春拳最厉害的是什么？啊，咏春拳样样都厉害。现在我先教给你6点半棍，以后再教你8扎刀。看见没？慢慢练。师傅，好难打呀！你这么心浮气躁又没耐性，肯定练不出来。那棍子这么长，好像没什么力量，练了有什么用呢？没用。梁赞，你这个人年少气盛，又喜欢帮人出头，这6点半棍正好可以用来磨练你的耐性。帮我打开。师傅，好难打呀！难？区区挫折你就放弃？你怎么能成为咏春拳的传人呢？还有更困难的事情在后面等着你呢。啊，还有更难的事情啊！梁赞，武功除了可以用来强身和自卫之外，它还有一层更加重要的意义，就是上武精神，为国为民。我们师门历来的遗训，每一个身负咏春拳绝学的人，都要用自身的武功造福人群，保护百姓，千万不可以用来满足一己私欲。梁赞，你连这小小的失败都克服不了，那怎么能负得起这么大的责任呢？明白了，师傅。明白了，好，继续练。呀！6点半棍的威力所在，就在于棍头之3寸。要练成这个寸劲儿，实在是欲速则不达。要有耐性，不怕失败，反复练习才有效果。来，认真的练吧。梁赞也没有令我失望，短短的日子就已经尽得我的真传。虽然梁赞刻意低调，但是他的武功突飞猛进，无人不知。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小王爷的耳朵里，他还向梁赞发出战书，要跟他决一高下。梁赞得到了我的同意，就答应了小王爷的要求，在筷子节再次一决雌雄。梁赞终于将小王爷打败了，
当大家都以为他要杀死小王爷为父亲报仇的时候，梁赞却选择放了他一条生路。我记得当时我问过梁赞一句话：师傅，小王爷跟你仇深似海，你怎么还会放过他？冤冤相报不是一个武者的风度。师傅，自从我跟了你之后，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功夫。我会用你教给我的功夫，去做一个真真正正受人尊敬的人。师傅，我不会令你失望的。在那一天，我知道自己没收错徒弟，梁赞日后一定会成就非凡。梁赞虽然可以从跌倒中爬起来，可是毕竟梁老先生是因为梁赞而身陷致死，所以梁赞对自己的子女严加管教，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华叔，但是你教我咏春，也就破坏了一子单传的规矩呀。所谓规矩，那都是人定的。如果可以令你父子和好如初，即使让我背上了破例的罪名，那也无所谓。两婢，华叔可以讲可以做的就这么多了，以后这条路怎么走，就要你自己决定了。